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虾仁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如何让 AI 具有意识别以为这个选题是个科幻选题这还真是个科学选题是的，现在学术界还真有门学科叫做机器意识 （Machine Consciousness），就是来研究怎么样让机器有意识的。哪里听呢？那觉得这帮学者不是吃饱了撑了吗？那机器人觉醒以后造反，那可怎么办那你这个担忧可以说就比较科幻了。其实现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底层的动力或者目标就是像人。因为我们想要机器帮我们完成更具有难度的工作，就需要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变得越来越智能。那我们人类对智能唯一可参考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嘛，所以呢，就是要让机器越来越像人，对吧？经典的图灵测试说到底，它的底层理念就是像人，就是我们如何判定一台机器有没有智能呢？就是你和机器交流，你如果不能分辨它到底是机器还是人，那么我们就说这台机器很智能。而我们人类不同于万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有意识，意识呢让我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感受，让我们具有反思精神，有创新精神。这也不单单是会算数会解题这种智能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所以呢，一台有意识的机器比起一台只会搁那儿冰冷无情的执行算法的机器会更好的发挥它的智能，更好的成为人类的帮手，对吧？我们之前有一期大问题节目讨论过这个 AI 机器人伴侣那有人就说这个机器人伴侣呢，它只是机器，它没得灵魂，它没有意识，没有主体性，它对我的爱那就不是真爱。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来掰扯怎么样让机器人有意识。那这样的话，淘宝上买来的爱不就可以是真爱了吗？机器意识研究真是我们宅男宅女的福音好了，我们说回来在说怎么样让 AI 具有意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先问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能具有意识吗？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的 AI 是有智能的，对吧？现在这个 GPT 4.0 已经比我们大部分人都聪明了能解题，会作诗，还会画画。现在的 AI 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智能了。但是问题在于有智能就说明有意识吗？那你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个 AI 机器人当然可以有意识咯，对吧？我们现在大部分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也可以叫做物理主义当然叫什么名字不重要简单理解那就是我们中学课本上说的嘛，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领导技能，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印象，对不对？这个意识的产生机制虽然可能很复杂，但就算再复杂它意识也并不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玄而又玄的东西，它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物理现象。那只要我们把客观存在的物理机制给安排明白了，那意识就能从中产生出来，对不对？因为说到底毕竟我们人也就是一台机器嘛，只不过是由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特别复杂的机器。那再复杂的机器它也还是机器嘛。那既然人类这台机器可以有意识，那理论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造出来的机器当然也是可以具有意识的，论证完毕。但是呢，这种唯物主义立场呢，在哲学家大卫·查尔摩斯的挑战之下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这个查尔摩斯就认为意识问题并不是像你们唯物主义者想的那么简单，就哪怕科技再发展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造出一台具有意识的智能机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查尔摩斯认为你想要解释清楚什么是意识就要解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解释简单问题，二是解释困难问题。所谓简单问题呢，就是你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清楚意识产生的科学机制什么脑电波的放电什么信息传递什么神经网络什么脑皮层的功能模块等等等等，这些通过第三人称的科学描述能够说得清楚的过程。当然这个简单问题在技术上实现起来其实并不简单那现在的脑科学生物学物理学还有在进一步发展但说它是简单问题呢，意思是说它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就只要随着物理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的各种发展我们在理论上就是能够解释清楚意识形成的科学机制的。然后呢，我们在理论上就可以把这种意识形成的机制应用在 AI 工程应用上去制造人工意识嘛，这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因而是简单问题。但是关键问题来了就这个意识它真正困难的点，也就是所谓的困难问题在于，就是你从道理上从理论上就很难解释清楚意识的一种主观性的层面。这种意识的主观性层面呢，也就是一种现象意识，就是我们都能从第一人称的视角感受到意识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主观的体验。就比如说你看到一块红色你对这块红色会产生一种主观的感受，这种主观的感受不单单是什么光谱什么波长刺激你的视觉神经，然后传入你的大脑神经网络这种第三人称的科学描述就能完全描述清楚的，这就是一种第一人称的主观的不能用科学语言说得清楚的感受。或者说呢，你嘴里面吃到一颗炝炒西兰花的时候
你对那种味道的感受啊，这种很难用第三人称的语言啊完全描述清楚。你大概会说呢，这是一种甜不拉几、酸不溜秋，其中还带有一点微微的苦的这么一种感受啊。但你也就只能这么说了嘛，就是哪怕你是一个文学家，你也不可能完全清晰、准确、完备的描述清楚这种主观感受嘛。再比如说就是疼这种体验按照这个脑科学家的解释这个疼痛就是 C 神经纤维被激发了。但是呢，我这疼的这种感受它很奇妙，它还分为各种各样的疼它到底是刺痛，是隐隐作痛，还是敞开了的疼，还是闷着的疼我去医院跟医生都说不清楚，那医生他自己疼他也说不清楚，结果你做个 CT 来一句 C 神经纤维被激发了就说清楚了，说不清楚的嘛。正是由于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意识的存在这就造成了对于意识解释的困难问题这困难在哪儿呢？就是哪怕你科学再怎么发达，就算你搞清楚了意识产生的各种物理机制，你依然解释不清楚什么是意识，因为这里面永远横亘着一个解释鸿沟，就是组成我们身体和大脑的各种分子、原子以及它的各种排列方式这种第三人称描述的客观的物理机制，怎么就产生了主观的体验了呢？这个客观描述和主观体验之间永远横亘着一个解释鸿沟，这个客观的东西怎么就产生了主观体验了呢？这就是意识的困难问题。这就是说呢，没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我们可以制造出非常智能的机器它又会写论文，又会开车，又会做家务，甚至我们在理论上也可以制造出与真人一样聪明，甚至在行为表现上和真人真假难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过了图灵测试的智能机器。但是用查尔默斯的话说这台超级聪明、超级像人的机器完全有可能只是一个哲学僵尸而已。这个哲学僵尸就是从外部的行为表现内部的身体构造上看他看不出和正常人有任何区别，但是哲学僵尸莫得灵魂。其实这个哲学僵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关于意识的简单问题方面，它和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行为表现没有异常，并且脑神经搭线都搭对了，脑电波也是走着字儿的。但是呢，哲学僵尸和正常人唯一的区别就体现在困难问题的层面，就是说哲学僵尸没有主观的意识经验。所以呢，基于这种意识的困难问题查尔默斯认为我们很难制造出一台具有意识的机器，我们造出来的很可能只是一台冰冷无情的哲学僵尸。这就是查尔默斯的看法，你认同吗？那对于很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而言，他们是不能认同查尔默斯的这一挑战的。在唯物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物理问题，都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暂时没能成功的制造出有意识的机器这只能说明我们在技术上还需要继续努力，但并不是说明它在理论上就根本制造不出来对吧？我们科学家是做事的人，要推动科学发展我们就要大胆假设，小心验证，而不是像查尔默斯那样闲着没事的哲学家就可能从逻辑上做推理从逻辑上发明出什么意识的难问题的说法做出哲学僵尸这种无聊的思想实验什么这台机器没有现象意识，只能由它自己第一人称才能感知。那要这样的话，那人与人之间也没法确定其他人有没有现象意识对吧？其他人也可能是哲学僵尸那这样就陷入了他性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一些闲着没事的哲学家吃饱了撑了才会想出来的问题。以图灵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在人身上也存在，那么人工智能也就不用管它了，对吧？如果你怀疑一台机器是否具有意识的话，并且呢，如果这种怀疑同样适用于怀疑一个人是不是哲学僵尸的话，那么这份吃饱了撑的怀疑就可以搁置了。认知科学家阿尼尔塞斯就认为我们研究机器意识不应当陷在无聊的难问题 the hard problem 上，而应当去关注真问题 the real problem。 那什么是真问题呢？就是我们努力的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发展我们的科学知识，把产生意识的各种物理的生物的机制也就是查尔默斯所说的简单问题，把这些物理机制一点一点的搞清楚了，那么所谓的难问题也就自动消解了。所以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就全员唯物主义，我们就来介绍唯物主义阵营关于意识的解释我们将会介绍5种在当前认知科学界、心灵哲学界、计算机科学界比较主流的用来解释意识产生机制的科学理论模型这5种理论模型分别是高阶表征理论、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信息整合理论、预测加工理论以及量子意识理论。这几种理论哪一种更好的解释了意识产生的机制目前学界没有公认这算是学术前沿了。我们这期节目呢，把它们都介绍给咱们大问题节目的观众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这5种对意识解释的模型，哪一种科学的解释了意识产生的机制，从而能够让查尔默斯这种刺头哲学家闭嘴，并且能够在 AI 工程上有效地指导我们制造出有意识的机器。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我们来介绍
高阶表征理论。这个高阶表征理论呢，主要由美国哲学家罗森塞尔提出的。这个高阶表征理论啊，主要就是来解释这个意识的主观感受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之前提到的现象意识，这种第一人称感的这种自我意识的主观感受是怎么产生的。你查尔默斯不是说这种意识解释的难问题吗？我们这个高阶表征理论就是要把这个难问题也解释喽。这个高阶表征理论用一句话简单说就是，这个现象意识不单单是我们感知到了环境中的某些个事物而是我们感知到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感知。那这个高阶表征理论里面的这个表征 representation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的大脑接收到了外界环境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表示和处理这就是表征。在此基础上呢，罗森塞尔区分了2种表征，一阶表征和高阶表征。那什么是一阶表征呢？就是我接受到了环境中的某些信息了就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朵红色的花，这个花的颜色形状气味进入了我的大脑了这就是我对这朵花产生了一阶表征了。但是呢，即便我产生了这些一阶表征呢，这并不能说明我意识到了这里有朵红色的花，对不对？比如说呢，我看到我家阳台的盆栽里面的那朵红色的花，我眼睛明明是睁着的，我明明看到了，但我对这朵花习以为常了，根本就没过脑子，那就不叫我对这朵花产生了意识。一阶表征构不成意识，构成意识的关键在于对一阶表征的再次表征，也就是高阶表征。比如说呢，我看到了一朵红色的花，不仅仅是我的大脑接受到了关于花的颜色形状和气味的信息，而且呢，我还意识到了我接收到了这些信息。换句话说呢，我不仅仅看到了花，我还意识到了我看到了花。高阶意识理论认为这种对信息处理过程的2次意识，也就是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这个东西这才是意识的关键。所以如果要产生意识这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嵌套结构。也就是说呢，虽然有了一阶表征，但一阶表征如果没有被主体所觉知，主体依然是无意识的。而只有当一阶表征被主体觉知的时候，意识就产生了。你的自我感对各种体验的感受各种自觉的认知由此就产生了，对吧？我们总说意识是一种自觉，是我对我的感知的再感知。正是因为有这种高阶的结构，这种反思的结构，才会产生一种自我感，产生一种主观的感受。这种高阶表征理论呢，就解释了很多心理学上研究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明明看到了我家阳台上的一朵花，但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面叫做注意盲视一个经典的实验案例就是看不见的大猩猩。就实验人员让这个被试观察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有几个人在互相传球被试被要求记下这里面人互相传球的次数而实际上呢，在这个传球的过程中有一个大猩猩大摇大摆的从其中走过但是有很大一部分被试事后表示自己并没有看到这个大猩猩，对吧？如果用高阶表征理论来解释就是虽然这个大猩猩进入了被试的一阶表征，但一阶表征不是意识，除非你对一阶表征进行再表征，这才会产生意识。好，那么我们知道了人的意识产生于一种高阶表征，那么据此在 AI 工程方面，我们怎么制造出人工意识呢？其实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这个方向努力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你需要给机器模拟出自我意识，也就是让机器能够模拟出对自身状态的认知。这就需要给机器建构出多层嵌套的表征结构。一阶感知是指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而高阶感知是对机器人内部世界的感知。比如说，巴勒摩大学的机器人实验室的 Chela 教授等人构建了一种基于高阶感知回路的机器人感知信息处理系统并开发了一个博物馆导游机器人 SethRobot。SethRobot 的高阶反思能力是通过机器人内部的3个部分实现的：亚概念感知部分、语言处理部分和高阶概念部分。通过这些部分的相互作用SethRobot 能够对外部事物进行心理表征，并在内部模拟外部环境这种高阶感知回路的结构使得 SethRobot 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能力，这使得 SethRobot 能够执行一些复杂的任务，比如说在迷宫中导航。同时呢，也会展现出自我意识的某些方面例如对自身状态的感知和对环境的适应性行为。好，介绍完高阶表征理论呢，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对这个理论的批评这个理论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就这个理论是通过高阶表征理论来定义意识的，因此呢，就难免会面临算法上的递归或者无穷倒推的难题。而且呢，在解释意识方面呢，高阶表征理论比起下面要介绍的其他理论更多的是来自计算机科学方面的支持，但缺乏脑神经科学方面的支持。好，这就是高阶表征理论对意识产生机制的解释。意识就是对一阶表征的高阶再表征。你认为这个理论成功的击退了查尔默斯的挑战，并且能够有效指导我们制造出人工意识吗？好，介绍完高阶表征理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全局工作空间理论。
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啊，应该说是目前影响力相对最大的一个对意识解释的理论模型啊。它是由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提出的。巴尔斯将大脑看作是由神经元组成的计算机，但是呢，和现有的计算机不同啊，大脑并没有一个负责发号命令的中央处理器，而是由各种功能各异的分布式进程模块组成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模块负责语言，有的负责记忆，有的负责听觉，有的负责视觉等等各种认知模块，这其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这些不同的功能模块啊，一直在后台运行着，所以呢，它们就是无意识的。就比如说之前举过的例子啊，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一朵红色的花，明明接受到了这些视觉啊、嗅觉的信息了，但是我没过脑子，就没有产生意识。这还包括你进行这个人脸识别的时候啊，你也是无意识的，对吧？你不会刻意的去辨认啊，这是我妈，这是我老婆，对不对？或者呢，你在干一件特别熟练的事情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钢琴家在弹钢琴的时候，他手指的运动也是无意识的。那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意识呢？当然是当这些无意识的功能模块啊进入了全局工作空间的时候，这就产生意识了。那什么是全局工作空间呢？鲍尔斯用了剧场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啊，就说呢，我们的这个心灵啊，它就是一座剧场，这个全局工作空间啊，就相当于是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那这个注意力呢，就是这个舞台的聚光灯，被聚光灯照亮的部分啊，也就是能够被所有观众看到的演员们正在上演的戏码啊，这就是我们意识到的内容。那形成意识体验的各种意识语境呢，就相当于是导演、编剧、道具师等幕后工作人员。而剧场里没有被聚光灯照亮的黑暗的部分呢，也就是台下的观众，这就是无意识的。这个台下的观众啊，就之前说的负责各种功能模块的认知模块，他们看到台上被照亮的内容啊，就是所有的观众啊都知道，此时舞台上正在上演什么样的戏码。但这个台下的观众啊，他也不单单仅仅是做观众啊，他们也是潜在的演员啊，他们也时刻准备着登台参与表演，也会被聚光灯照到。所以呢，什么是意识啊？这个意识就是啊，这一个或这几个认知功能模块的运作被聚光灯照到了，从而呢就进入了全局工作空间。于是呢，他们的运作啊就被广播了，就被剧场里面的所有观众都看到了。这种被全局都看到的状况，这就是意识啊！别以为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只是一个文学的比喻哦，它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是有科学基础的。在幕后的这些认知系统，也就是导演、编剧、道具师这些幕后工作人员啊，对应于心理学里面讲的语境；舞台下的观众席啊，对应于无意识的内容；舞台上被照亮的部分对应于有意识的内容，而舞台上未被照亮的其余部分呢，对应于认知科学里面讲的即时工作记忆，也就是 working memory 啊，这些在实证科学中都是能对得上的。其实我们可以再打个比方，就更明了了。我们可以把大脑比作一个多党派轮流执政的政体，大脑里面是没有一个大皇帝或者大总统的，也就是没有中央处理器，而是多党制组成的议会。那这个议会里面的各个党派呢，有的擅长搞经济，有的擅长搞民生，有的擅长搞教育，有的擅长搞外交。他们平日里面呢，都是私底下默默的搞各自的工作。但是呢，这个议会里面啊，有个主席台，这个主席台啊，也就是全局工作空间。那各个党派之间啊，或者是轮流着，或者是竞争着做这个轮值主席。一旦轮到哪个党派上这个主席台了，他搞的事情啊，那整个议会都知道了。比如说这个擅长搞民生的党派上台了啊，这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现在正在大搞特搞民生工作，并且呢，这个轮值主席的党派呢，他还能影响其他在野的党派啊，组成临时政府。比如说呢，拽一些擅长搞教育的党派的人也上主席台，让他们在搞教育的时候呢，顺带着多给这个贫困子弟减免学费啊之类的啊。当然这个轮值主席啊干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轮下去啊，就换其他的党派上这个主席台啦。那这里擅长不同工作的党派呢，就相当于是负责不同认知功能的模块。那如果上了主席台呢，那他就是有意识的；那如果没上主席台，你在台下运作就是无意识的。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啊，再简单点说啊，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啊，如果是局域性分布的，那么它就是无意识的；如果是全局性分布的，那么它就是有意识的。所以呢，对应到我们日常的体验啊，就是当我们有意识的去进行认知和行动的时候啊，都能感觉有一种全局性，就是能够调用起我们各个认知和行动的功能模块啊，团结一致的采取一种连贯的行动。就比如说呢，你在公园里面散步，这时候呢，你的视觉系统可能会看到一只猫，你的听觉系统可能会听到喵喵叫，而运动系统呢，可能会准备伸手去摸它。这时候呢，你不会只是意识到单一的猫的形状，或者单一的听到猫叫啊这种零散的局域性的信息，而这些视觉啊、听觉啊、运动的信息啊，会被送到全局工作空间，被广播出来，从而形成一种你自己能够自觉意识到的完整的连贯的体验。那就是你在公园里面发现一只正在喵喵叫的猫，并且你准备伸手去摸它。
后来的法国脑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对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进行了神经建模，把这些个认知模块进一步具体化为专门化的脑神经回路，进一步提出了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那这其中的脑神经回路模块就可以通过脑成像以及神经生理学来观测与证实，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可测量、可证伪的科学理论啦。那根据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对意识的解释我们据此在 AI 工程方面怎么制造出人工意识呢？关键就在于多模块分布式处理，并且在多模块之间建立一个全局工作空间。鲍尔斯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很快就引起了斯坦富兰克林等多位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关注并将其发展出分布式智能自主体 IDA 以及后来的升级版 AOIDA 这样的意识神经计算模型。这种神经计算模型由并行处理的多主体来实现，各主体通过系统提供的全局工作空间来进行互相通信系统在面临各种情况下能够瞬间做出决策。这种依据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建构的计算系统目前仍在进化迭代之中，目标就是模拟出和人类等效的意识。好，介绍完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最后再来介绍对这个理论的批评就这个理论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就是它在哲学上没有很好的直接应对查尔默斯提出的意识的难问题，就是这个意识的主观性怎么解释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没有很好的应对。当然了，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也可以一屁股坐在一个强硬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就说这个意识的主观性就是个假问题，我们只需要关注所谓的意识的简单问题就够了，反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结构对了，意识的主观性自然也就产生了。好，这就是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对意识的解释，意识产生于局域性的认知模块被全局性的广播。你认同这个理论能够有效指导我们制造出人工意识吗？好，介绍完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信息整合理论。这个信息整合理论是最近这些年比较火的理论它是由意大利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勒尼提出的。托勒尼提出的这套信息整合理论是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好多数学公式和数学推演这个我们就略过它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意识的本质就是信息，意识产生于认知系统对大量信息的整合，信息整合程度高的系统就能产生意识。这个信息整合理论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分化，二是整合。这个分化就是说这个认知系统是由多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比如说我们大脑里面不同的神经回路模块做不同的事情起到不同的功能，所以是分化的。分化就说明了这个系统的信息量是高的，对吧？如果所有的模块都干同样一件事情的话，那这样的信息量就不高，对不对？然而单单是信息量高并不能产生意识。比如说当我们的大脑被麻醉的时候各个不同的脑区都很活跃，信息量很高，但是呢互相之间信息整合程度很低，属于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因而麻醉状态中的大脑也就没有意识觉知状态。因此呢要产生意识还需要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些分化的不同的模块之间又是高度整合的。这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模块之间的信息交流是非常密切的，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组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这个整体的系统是单一的、整体性的，是不可分割的。比如说你麻醉的药效过去以后回到了清醒的状态，那这时候呢你各个不同脑区之间开始互相传递信息了这个前额叶皮层与各个脑区之间都存在着远距离的连接，这时候呢你就产生意识了。所以呢什么是意识意识就是既高度分化，因而具有高度的信息量，又被整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性的认知系统，这就会产生意识。意识就是一种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从而实现了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就是说呢，意识是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一种涌现现象。托勒尼用了一个量化的数值，也就是希腊字母 phi， 用来计算一个系统的信息整合程度。当然他也是给了一整套数学上的算法来计算这个 phi 值这个 phi 值简单说就是一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信息量，这个 phi 值肯定是大于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的信息量的简单相加的嘛，这就是刚刚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一种涌现现象嘛。所以呢这个 phi 它既然是一个数值呢，它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大可小的。所以呢一个认知系统的 phi 值它除非是0那么它的 phi 值越高，说明这个认知系统的意识水平也就越强。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幅图从左到右就是意识程度不断增加的状态。最左边的这个呢各个脑区没什么信息整合，因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意识。那中间这个呢没有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意识不强很可能是混乱的。而最右边这个呢 phi 值最大，因为各个部分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意识这就属于是很有意识很有精神。
根据这个信息整合理论呢，意识产生于各个部分的信息的整合，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大部分人啊，我们脑子里面的各个区域啊，虽然是各干各的功能，但是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啊，我们的意识不会有割裂感，对不对？我们总是有一个统一的我以及统一的世界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左眼和右眼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依次轮流闭上这个左右眼啊，会发现左右眼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两只眼睛都睁开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画面啊，并不会觉得不和谐，对不对？我们看到的就是同一个和谐的世界。那是因为我们大脑最终会将左眼和右眼分别看到画面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意识画面，这就是大脑的信息整合功能。而且啊，这个著名的裂脑实验啊，也印证了信息整合理论。这个实验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大脑分这个左半脑和右半脑嘛。你左眼看到的东西呢，会报告给这个右脑；这个右眼看到的东西呢，会报告给这个左脑啊。这个左脑是负责语言和逻辑思维功能的，而右脑呢是负责空间和形象感知功能的。那这两个半脑之间呢，是通过胼胝体来进行信息连接，来互相传递信号的。研究人员发现啊，那些胼胝体被切除的人啊，他的意识啊是割裂的，甚至是混乱的。比如说你把他这个右眼蒙上啊，给他的左眼啊，也就是右脑看到一个东西，就比如说看到一个杯子吧，但是呢，他是说不出来这是啥东西。注意啊，他的语言功能没有丧失啊，他还是能说话的。只不过呢，他说不出来此时只有右脑看到的东西，因为左脑是负责语言功能的嘛。那此时右脑无法把信息传递给左脑，那这时候呢，他就会搁那儿瞎编，或者说这个顾左右而言他啊，你们这个实验还蛮有意思的嘛啊，我下回我还来，对吧？在这时候呢，如果这两个半脑的信息啊没有整合起来，这个人的意识就是割裂的、混乱的。这个信息整合理论呢，还能解释动物意识。这个动物有没有意识呢？你就看它各个脑区的分化和整合程度强不强，就是看它的 Phi 值。我们对动物的大脑进行扫描啊，发现动物脑区神经系统的分化状态啊，比我们人类要少，也就是信息量不够高，所以呢，动物的意识水平要低于人类。那么关于这个信息整合理论对意识的解释啊，怎么样应用到制造人工意识的 AI 工程上呢？一个关键的要点就是提高信息整合度啊，其实也就是想办法提升这个系统的 Phi 值。一台机器如果它的 Phi 值啊接近了人类，那我们就可以说它具有了类似于人类的意识水平。当然了，这目前在技术上实现起来还有一段路要走啊，因为我们人类的 Phi 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啊，别的不说啊，就说最近这一年爆发的 ChatGPT 啊，为什么 GPT 这种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这么聪明呢？关键词就是它大呀，它的特点就是规模庞大，一个模型能包含数十亿个参数 ，more is different， 大就是不一样，大就会涌现出新玩意儿。那听到这里呢，也许有人会说啊，这个信息整合理论啊，和之前介绍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就有点像，对不对？都是强调了信息在整体或者全局的传播。但是呢，它俩之间啊，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个区别呢，就是这个信息整合理论啊，强调的是信息的整合程度，这个意识呢是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之后的涌现；而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呢，强调的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模块的信息在全局的共享和广播。那第二个更重要的区别呢，就这个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唯物主义的理论啊，就是讲求这个物质决定意识嘛。但这个信息整合理论呢，就有点这个泛心论的倾向了啊。这个泛心论啊，大概有点万物有灵的意思啊，不过不是那种原始宗教式的相信一草一木皆有一种人格化的灵魂啊，而是说呢，万事万物啊，它当然是物质的，但同时呢，它也具有精神属性。不仅我们人类有意识，动物也有意识，而且呢，一张桌子、一块石头也是有意识的。而这倒不是说一块石头也有和我们人类一样的意识啊，但至少也可以说啊，石头也是有着意识的微弱迹象的，对吧？意识就是对信息的整合嘛。那石头这个系统啊，也是一种对信息的整合嘛。只不过呢，石头这个系统呢，它的 Phi 值比较低，那这个 Phi 值越高，意识水平也就越高。所以呢，我们当然可以说啊，一部智能手机它就比一块石头就更有意识。当然了，这种泛心论的倾向呢，也是信息整合理论遭人批评最多的地方，对吧？石头也有意识，智能手机也有意识，你这太玄乎了。当然，对于这一点呢，提出意识难问题的查尔默斯啊，倒是蛮喜欢信息整合理论这种泛心论的倾向的。反正任何与这个强硬唯物主义有出入的意识学说呢，查尔默斯都很喜欢。查尔默斯啊，自己也提出过一个学说啊，就说呢，你甭跟我扯什么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啊，就是到底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啊，这都不重要。查尔默斯认为啊，物质和意识都不是最底层的，最底层的东西是信息啊，这个信息呢就是比特啊，就是一种计算过程，也就是1000101啊，也就是代码，也就是算法。
查尔姆斯提出了这种信息本体论啊，我们在之前一期反驳虚拟世界论证的大问题节目里面有介绍过啊。放在今天的语境中说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啊，查尔姆斯的这个信息本体论和图洛尼的信息整合理论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一切都是信息，信息决定了物质啊，信息也决定了意识。好，这就是信息整合理论，意识产生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大量信息的整合。你认为这个理论成功的回应了查尔默斯的挑战，并且能够有效指导我们制造出人工意识吗？好，介绍完信息整合理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预测加工理论。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发送机器意识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这个预测加工理论呢，也叫做预测编码理论，是最近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关于意识的理论啊。它的代表人物有认知科学家阿尼塞斯以及认知哲学家安迪克拉克等人啊。这个理论和之前介绍的几个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啊，就之前介绍的几个理论啊，都承认意识是实实在在的啊，我们都能以第一人称的感知，实实在在的感知到我自己是有意识的。但是呢，这个预测加工理论告诉我们啊，意识啊并不是实在的，我们所感知到自己是有意识的，其实是一种幻觉。英国认知科学家阿尼尔塞斯把这种意识幻觉叫做受控的幻觉。为什么叫做受控的幻觉呢？就是我们大脑并不是被动的接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而是主动的构建我们所感知的现实。比如说呢，我看到一片红色啊，比如说是一幅红色的画作，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不能言明的关于红色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啊，并不是来自于这幅红色的画啊，这个对象本身啊，这个对象本身只是散发出了一系列什么分子啊、原子啊、光子啊、波长啊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呢，跟红色没有任何关系。而这种关于红色的感受意识啊，只是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一种错觉，为的是呢编织出一个标签，或者说一个故事，准确说是一个模型来预测或者说来猜测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啊，是这么个东西。而这种猜测或者预测本身只是一种幻觉。塞斯在他的新书《意识机器》里面也举了那个著名的例子啊，也就是蓝黑白金群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前几年大家都在网上争论一张图啊，就是里面的裙子啊，到底是白金相间的颜色还是蓝黑相间的颜色啊？那据此呢，分成了两派啊，谁也说服不了谁。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啊，并不在于这个图片中的裙子本身是什么颜色，关键在于啊，你的预测模型首先是把这张图片啊脑补出是在户外拍的还是在室内拍的。如果你默认是在室内拍的，由于室内的光偏暖嘛，所以呢，你就会自动脑补，大脑自动给裙子调色温，你就会把这个裙子啊看作是蓝黑色的。那如果你默认是在室外拍的，那这个室外的光偏冷嘛，所以呢，你就会自动脑补出这条裙子是白金色的。你们看啊，这条裙子到底是蓝黑色还是白金色啊？取决于你主观的解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示意图就更直观了。其实从所谓的颜色本身来看啊，可能就是同样的颜色，而至于你意识到你看到什么样的颜色啊，是你主观脑补、主观解读出来的。我们的认知啊是一种主观的建构。那么这个预测加工模型就是说啊，我们建构出意识这种幻觉呢，并不是我们的心灵中的认知模型啊，先接收到外部信息的输入啊，然后我们这个认知模型去接受它，而是反过来，我们是先有一套预测模型，然后呢，拿外部的信息啊，故意往这个模型里面去硬套。意识啊，并非是由外向内的信号流，而是由内向外 inside out 这么一种信号流啊。世界是我们脑补出来的。其实啊，这一思想啊，早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那里已经提出来了。康德就认为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并不是我们的认知系统去符合外在的认知对象，而是反过来啊，是外在的认知对象来符合我们的认知形式，这样才能产生认识嘛。这就是著名的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倒转。那同样的道理呢，按照预测加工理论啊，并不是我们的心灵对外部的客观现实做如实的登记，而反过来是我们的认知模型主动的去建构和预测所谓的外部现实。
比如说呢，你在公园散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前方有一团白色的毛茸茸的东西，你立马就预测这是一只猫，而不是说啊，你观察了半天，东看看西看看，还绕着它的背后看，原来它有猫的眼睛，也有猫的4只脚，然后你才判断，这是一只猫。不是的，是你从一开始就先有了猫的预测模型，这个猫的标签啊，然后呢，把接受到的什么视觉信息、听觉信息啊，啪一下很快啊，立马就打上这个标签了。我意识到了一只猫。而至于猫这个认知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这不重要。要知道啊，从外界传输给我们的信号啊，那都是一团混沌，都是什么波长啊、原子啊、分子啊、光子啊，根本没有什么猫啊、什么白色啊、什么红色啊这样的标签。而这些个标签啊，就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预测模型。那至于脱离了我们的脑补，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认知的。用康德的话说，世界本身就是物自体 Dingensis， 物自体啊是不可认知的，我们能认识到的都是幻觉。那有人就要问了，那如果我们的意识啊只是一种幻觉，那我们不就是活在楚门的世界，或者说活在黑客帝国的 Matrix 里面了吗？那这样就太糟糕了呀。对于这种担忧呢，预测加工理论会说啊，虽然意识是幻觉，但它是有用的幻觉。它有什么用呢？它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与繁衍。意识这种幻觉呢，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啊，是有适应性的。这种幻觉有利于我们对外界环境做出主动的预测，并做出合适的行为，从而有利于我们寻找食物、躲避天敌、寻觅配偶。比如说呢，我虽然不知道一块烧红了的铁本身是什么，但是呢，我能预测啊，它很烫，于是呢，我就别摸它。我看到狮子呢，我能预测它会咬人，于是呢，我就躲开。我看到美丽的异性呢，我能预测跟它在一起会很快乐，于是呢，我就展开追求。进化啊，它并不要求我们关心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进化只要求我们能够繁衍后代。而且这个进化呢，它讲求个够用就行。这个自然选择呢，并不是要把我们一个个都打造成什么科学家、哲学家啊，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和本质都做出深刻的认识。自然选择并没有这个要求啊。要知道啊，人脑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呀。人脑的质量啊，占全身总质量的2%，而能耗却占了全身总能耗的20%。现在我们这颗脑子已经能耗这么高了呀，再高就不划算了呀。要知道啊，做数学题、做逻辑推理啊，是很费脑子的呀，累不累呀？对不对？不说有个段子嘛，就是说有3个学者坐火车第一次来到了苏格兰，他们透过了火车的车窗看到了一只黑色的羊。文学家说，哇，苏格兰的羊都是黑色的。那科学家说，错，你只能说在苏格兰有一只羊是黑色的。那逻辑学家会说，错，你只能说在苏格兰存在着一只羊，它朝向火车的这一面是黑色的。当然这个段子本来是说这个逻辑学家的思维特别严谨啊，但是呢，按照预测加工理论啊，我们的认知系统的运行模式啊，恰恰不是像一个逻辑学家那样成天搁那做逻辑推理，采取这种高能耗的模式，而就是像文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大概其先抛出个说法就好。进化啊，并不要求我们什么事情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呢，进化给我们打造出了预测模型这样的快捷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预测模型这种快捷方式啊，理解为认知套路。套路就是不动脑子，走个流程，凭直觉直接下判断，直接把外界信息往我们认知套路里面去硬套。那于是又有人问了，那如果都是这种不过脑子，直接拿预测模型这种套路去硬套的话，那套不上怎么办啊？凭直觉下判断，如果错了呢？那我们的预测模型这种快捷方式不就不利于我们的生存与繁衍了吗？不是这样的哦。虽说这个预测模型是套路啊，但这个套路呢是可以调整迭代的。它迭代的过程呢，就是一种贝耶斯推理的过程。那啥叫贝耶斯推理呢？简单说啊，就是根据收集到的新信息，不断修改调整我们已有的信念。而这里的信念呢，指的就是我们已有的预测模型。这个收集到的新信息啊，尤其是指这个错误信息，也就是和我们已有的预测模型不符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不符，就比如说呢，我们一开始预测模型啊，都是默认羊的左半边和右半边的颜色大概率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像那个文学家或者科学家一样，看到羊的半边是黑色啊，于是我们自动脑补它全身都是黑色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啊，这个羊基因突变了啊，出现了好多啊一面黑一面白的羊，由于这个碰壁碰多了，到时候我们的预测模型就会迭代。总之呢，核心精神就是你得先有一个鲜艳的预测模型，然后根据收集到的新信息调整迭代你的预测模型，最终使得你的预测模型这种认知套路啊和外界输入的信息啊能够完全套得上啊。用术语说啊，就这个贝叶斯过程追求的目标就是自由能最小化，也就是减小大脑里面的系统不确定性，最小化我们预测模型的预测误差啊，就是要把自己的套路训练的能够和外界信息完全套得上。
这也就像现在的神经网络机器学习嘛，对吧？我们一开始都是给这个神经网络随机设置一些权重参数啊，然后呢再慢慢训练、调整、修改权重参数，然后呢你随便输入一张，比如说猫的图片啊，那机器立马就能识别出来。我们人的预测模型啊，也是在经验生活中不断的修正调整的。那有人又要问呢，机器学习的参数啊，一开始是随机设置的，那我们人一开始在出厂的时候，有没有出厂就自带的不是随机设置的认知模型呢？有的啊，人是自带出厂设置的啊，当然这是进化来的，然后通过遗传，我们不用后天学习就已经具备的先天知识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科学家对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的研究啊，就发现这个小婴儿啊，已经具备了一些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先天知识啊，比如说怕高，比如说怕蛇，以及一些所谓的朴素物理学的知识啊，比如说一个东西会占据一定的空间，并且呢每次只会占据同一个空间，而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啊，也不会突然消失等等等等啊，这些先天知识啊，都是通过遗传而预装在我们心灵之中的。那有人又问呢，这个预测加工理论怎么解释人的意识里面的那种自我感，也就是那种第一人称的主观的自我意识呢？按照预测加工理论啊，自我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在自动的脑补、预测环境信息和我们的行动，并且呢，我们也在时时刻刻都在接收外界信息给我们的反馈。于是呢，这就形成了一种时时刻刻都在持续进行的预测、反馈、反馈、预测的循环。这个循环一直在转着，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对自己持续的掌控感。这种掌控感也就是自我意识的来源。另外呢，在人际和社会层面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是谁也取决于我自己主观的预测模型，也就是我自己讲给我自己的一套故事。这也就是我对我自己的预测模型嘛。比如说呢，我给我自己讲的故事是，我是一个大帅哥啊，我信这套自我叙事啊。那以后我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呢，我就拿着这套自我叙事去和别人打交道，我就会仗着自己的美貌积极主动啊，主动要求大家来点赞投币一键3连。但是呢，这套预测模型啊，也是要进行贝叶斯式的反馈调整的嘛。比如说呢，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大帅哥，但我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呢，收到的反馈其实并不能自圆其说啊。我说一键3连，别人总说下次一定，我就会碰壁，对不对？就会被别人说成是普信男，别人就不喜欢我了。那我多次得到这样的反馈啊，我就会修改我对我自己的预测模型。那要么呢，就是我开始告诉我自己啊，我其实长得并不美；要么呢，我告诉我自己啊，我其实有一种难以被别人觉察的魅力。那总之无论怎样，我就要调整这个预测模型嘛。好，这就是预测加工理论对自我意识产生的解释啊，就是这套预测和反馈的机制啊，这套编码、这套叙事、这套幻觉一直持续下去，循环往复，这就形成了你的意识了。其实啊，这个预测加工理论啊，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人是能学习的。我们虽然会有各自不同的出厂设置啊，比如说每个人天生的智商可能是高低不同的，或者童年的不幸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学习的嘛。我们已有的预测模型啊，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是能够通过学习改变我们已有的预测模型的。那第二点启示呢，就是既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是一种受控的幻觉，是我们主观建构出来的，那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啊，就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预测模型来改变，那至少是改变我们的生活，对吧？古罗马的哲学流派斯多哥主义不也教导我们吗？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世界本身，但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倒不是说我们要发扬阿 Q 精神啊，而是让我们在生活中看开一点嘛。有时候啊，你被一些负面情绪所绑架，并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对你犯的错，而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好，这就是预测加工理论对意识的解释。那么在机器意识的工程应用方面，我们怎么样制造出人工意识呢？其实啊，就是要把这个预测、反馈预测的不断迭代调整的算法加入到机器学习之中，最终使得预测模型的预测误差不断减小。比如说，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 Alexander Arobia 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Daniel Kiefer 在2022年的一篇论文中啊，基于预测编码理论啊，提出了一套更接近于人脑学习机制的机器学习算法，叫做神经生成编码 NGC。我们都知道啊，传统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呢，是基于误差反向传播的算法来进行训练，来调整各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的权重的。但这种误差反向传播的算法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人脑的运作模式，而且呢，依靠误差反向传播进行的权重调整啊，是要依赖于全局的误差信号来进行调整，它并不会进行局部的调整啊。而在这个 NGC 中呢，神经元通过局部误差信号进行学习调整啊，这个局部的神经元预测另一个局部的神经元的状态，并根据预测与观察的信号差异来调整局部的模型的参数啊。实验结果表明啊 ，NGC 的架构啊，比传统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架构啊，要更为灵活和高效。
好，介绍完预测加工理论啊，那么对这个理论的批判呢，其中主要的一点啊，就是对之前提到的自由能最小化原则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的黑暗房间问题。就是说呢，之前说的这个自由能最小化原则啊，就是追求消除预测误差，追求我们认知套路和外界信息能够完全套得上。那么问题就来了，消除预测误差是目标，那么我们最终就会演化到一个没有任何意外、没有任何 surprise 的状态，就类似于处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面，我们就不会遭遇到任何新的信息，对吧？没有输入就没有误差了嘛，躺平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但是这种状况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行为啊，因为我们通常会给自己制造出一些不确定性，我们会寻求新的经验，而且呢，环境的改变也必然会造成新的经验啊，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完全可预测的环境之中。好，这就是预测加工理论。意识产生于预测模型对外部信息的主观建构，所谓的现象意识其实是一种幻觉。你认为这个理论成功的击退了查尔默斯的挑战，并且能够有效指导我们制造出人工意识吗？好，介绍完预测加工理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量子意识理论。我们之前说了，本期节目介绍的几种对意识的解释理论呢，总体都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就是主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派生出来的。那这种唯物主义呢，在今天的语境中也可以叫做物理主义，也就是意识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物理现象。那这里要介绍的量子意识理论呢，也算是物理主义的吧？但是呢，量子意识理论呢，认为前面的物理主义都错了，因为前面的物理主义都建立在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之上的，而经典物理学并不能解释意识的产生，意识产生的机制是一种量子力学机制。这个量子意识理论呢，是一个名气很大，但在学界内有很多争议的理论，因为这个量子力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玄的学问。正所谓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爱因斯坦来了也得蒙圈，对吧？对这个量子力学的解释呢，就很难解释得清楚。现在主流的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就是以物理学家波尔、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哥本哈根解释。这个所谓的哥本哈根解释呢，也就是哥本哈根不解释。这一派的口号就是 shut up and calculate， 就是甭扯什么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内涵什么哲学内涵量子力学并不反映什么世界的本质你就搁那给我冰冷无情的算数搁那给我解薛定谔方程就好了。除此以外量子力学它没啥内涵，对吧？就连量子力学本身说明了什么意思，这个说不出有什么意思。你拿量子力学这个本身就挺玄的东西来解释意识这么一个更玄的东西，这更是玄学配玄学，玄而又玄了，玄学 2.0 了，属于是。用量子力学来解释意识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彭罗斯就认为呢，意识的产生机制就是一种量子力学机制。对这个意识的解释怎么就能扯上量子力学呢？说到这个我们还是得先科普一下量子力学我们都知道，按照经典力学的理论一个物理粒子呢，无论是光子还是电子它就应当像一个小球一样的，和这个宏观物体一样都受到这个机械力学的原理都占据一定的空间，然后在空间里面碰来碰去，这就造成了物质的运动。但是呢，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微观世界可不是这样的哦，对吧？我们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学过，在微观世界呢，这个物理粒子具有一种所谓的波粒二象性，也就是说呢，在微观层面呢，这个本来应当像小球一样的粒子呢，具有了一种波动性，会呈现出一种像波动的云一样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量子的叠加态。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双缝实验有左右2条缝可以让一个粒子穿过。按照宏观世界的道理呢，这个粒子就是要么走左边这条路，要么走右边这条路就是表现的像小球一样的粒子态嘛。但是呢，这个实验发现这个粒子呢是既走了左边这条路，又走了右边那条路，它自己和自己发生了干涉。也就是说呢，2条路一个粒子同时都走了，这就很奇怪了呀。那你会说，你这没啥奇怪的呀，刚刚说了呀，在微观层面粒子具有波动性，那波不就可以既走这条路又走那条路吗？不奇怪不是这么简单哦。就实验发现你不观测这个粒子的时候它确实是既左又右，处于一种叠加态。但是呢，奇怪的地方在于你一旦观测了这个波顿时就坍缩了，它就从一种既左又右的叠加态顿时坍缩成了要么走左要么走右的确定态了这个到底坍缩成左还是右这是随机的这就是量子力学里面的真随机现象。这个从叠加态坍缩成确定态在薛定谔方程里面表现就是这个波函数的坍缩。问题就在于这个波函数怎么就坍缩了呢？一个处于叠加态的既左又右的波，怎么就由于人的观测莫名其妙的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粒子了呢？当然，按照哥本哈根不解释这种躺平策略就是别问，问就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你就搁那给我算数就行了。在薛定谔方程里面波函数的坍缩是不确定的，它会解出一个概率值。你听听看，概率
这让很多物理学家感受到奇耻大辱啊，包括爱因斯坦也受不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物理学家是研究丁是丁，卯是卯的确定性的学问的，我们算数必然会算出一个确定的数学解呀。你搁那跟我解出了一个概率，物理学被你们完成社会学了是吧？所以呢，面对哥本哈根不解释呢，也有很多物理学家试图对波函数坍缩进行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提出薛定谔方程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呢，就试图来解释叠加态坍缩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啊。他就设想我们把一只猫和一个量子装置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这个量子装置呢，就是一个放射性原子和一瓶毒药我们知道这个放射性原子是否发生衰变就是一个量子随机事件。如果箱子里面的原子衰变了，就会触发一个机关，然后这个毒药瓶就会被打碎，然后毒药就会把猫给毒死那如果这个原子没衰变，那就不会触发机关，猫就还活着。刚说了，这个放射性原子是否衰变是一个量子随机事件因此呢，这个放射性原子就处于一种量子叠加态，就是既衰变又没衰变。那么关联到这只猫呢，也就处于一种量子叠加态之中。在我们打开这个箱子观测这只猫之前呢，这只猫就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叠加态。注意是既死又活，不是要么死要么活那除非是我们打开箱子观测这只猫，这只猫就会坍缩成要么是死要么是活的状态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我们打开箱子观测之前，这只猫怎么可能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状态呢？当然了，薛定谔当初提出这个思想实验是为了反驳哥本哈根解释的，因为哥本哈根不解释，认为在这个波函数坍缩之前粒子那就是处于一种既这又那的叠加态，那叠加态就是叠加态，不要问为什么，反正就是叠加态。那薛定谔做这个思想实验呢，就是为了嘲讽哥本哈根解释。那啥叫既这又那的叠加态呢？这很荒唐就像这只箱子里面既死又活的猫一样荒唐。但是后来呢，又有一个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在薛定谔的猫的基础之上又做了一个思想实验。这次呢，他不单单是为了嘲讽哥本哈根不解释的，而是借由这个思想实验来正面解释叠加态的坍缩了。这个思想实验就是维格纳的朋友。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箱子里面的猫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叠加态。那维格纳设想的场景就是把这个放了毒药的箱子里面再加入一个维格纳的物理学同行朋友当然不是像那只猫一样那个同行会被毒死而是维格纳的这个同行朋友戴着一个防毒面具，在箱子里面观察这只猫。那么这个观察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之前说了，在双缝实验中在实验人员没有观测之前粒子处于既左又右的叠加态一旦实验人员用仪器观测了，那么这个粒子呢，顿时就坍缩成要么是左要么是右的确定态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人的观测就会让一个处于叠加态的粒子坍缩成确定态呢？人的观测在量子力学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好，让我们回到箱子里面的朋友由于他在箱子里面能够观测到猫的生死状况，所以呢，他的这个观测呢，就会使得猫从既死又活坍缩成确定的，要么是死，要么是活当然了，这个到底坍缩成是死是活，这是真随机的此时呢，我们再设想在箱子之外站着维格纳本人。由于维格纳观测不了箱子里面的情况就是哪怕他箱子里面的朋友已经观测到猫坍缩成要么是死要么是活的确定态了，但是箱子之外的维格纳并不知道他朋友观测出了什么结果。对于维格纳而言，这只猫连同箱子里面的朋友一起都处于一种量子叠加态。好，现在我们再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箱子里的朋友观测到猫随机坍缩成死的了，但是呢，箱子外面的维格纳他没有观测到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维格纳在打开这个箱子，然后观测箱子内部以后发现这只猫坍缩成了活的了。因为整个箱子对维格纳而言都处在量子叠加态嘛，它坍缩成啥样完全就是随机的嘛，它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猫坍缩成了活的呀。所以呢，这个思想实验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而解决这个悖论的钥匙就是，对于同一个物理事件，朋友观测到的结果和维格纳观测到的结果完全可以是不同的。这个思想实验在哲学上进一步揭示了，真的存在所谓的客观现实吗？不存在的。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物理现象完全可以观测出不一样的结果。别以为这仅仅是思想实验后世的物理学家通过物理实验证实了维格纳这一思想，客观现实并不存在，观察的结果取决于观察者的主观视角。波函数的坍缩很可能是一个主观的东西。维格纳的这一思想呢，让我们知道量子力学的机制中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在里边。之前说了，由于人的观测，叠加态的波函数会坍缩成一种确定态。为什么人的观测会让波函数坍缩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人的意识。科普了半天量子力学终于说回到量子意识了。其实不单单是维格纳认为量子力学里面有人的意识参与其中多学科大脑冯诺依曼也认为是人的意识让波函数坍缩了。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可以改变我们的意识，但同时我们的意识也可以反过来改变物质。箱子里面的猫是死是活，是由我们的观测者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对吧？这个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坍缩具有主观性。你想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具有主观性的呢？那就是人的意识了嘛，对吧？我们之前说了，人的意识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现象意识，就是意识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无法用第三人称语言或者科学描述说得清楚的主观感受。那这种主观感受怎么解释呢？刚刚我们说了半天，量子力学也具有这种主观性，那会不会人的意识的产生机制就是一种量子力学机制呢？好，我们现在可以说回到彭罗斯了。彭罗斯就认为啊，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的细胞质里面啊，就有这么一种特别微小的结构啊，彭罗斯把它叫做微管。这个微管啊，由于足够小，它里面就允许存在微观世界里面的量子叠加态。这就是说呢，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信号的传递过程啊，是基于一个更为底层的量子过程。所以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想法的变化啊，就是由于微管的叠加态坍缩了，就随机坍缩成了一种确定态了，从而进一步造成了脑神经电信号的传递啊，这就是意识产生的底层机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意识的产生机制是基于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坍缩机制的话，这就不仅仅解释了意识的难问题啊，这也解释了自由意志这个哲学大问题啊，对吧？如果量子意识理论是对的话，那么人就是有自由意志的啊，人的想法啊、意愿啊、选择啊，就不是被经典力学里面的机械决定论所决定的，而是真随机的呀。我们是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既可以点肯德基又可以点麦当劳。在微管里面的波函数坍缩之前啊，我们的选择啊就是不确定的，这就为人的自由意志保留了空间。好，量子意识理论我们大概就解释到这儿。下面呢，我们怎么把这个量子意识理论啊应用到机器意识的工程学上呢？很简单嘛，量子计算机。这个彭罗斯就认为啊，人脑并不是一台传统架构的计算机啊，因为这个波函数坍缩啊是真随机的呀，这玩意儿是传统计算机算不出来的。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有量子计算机了吗？传统计算机实现不了的波函数坍缩的真随机性，量子计算机就能实现了。所以呢，如果要模拟人脑的意识啊，你就得用量子计算机啊。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原理呢，就是利用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坍缩的真随机性来取代传统计算机的要么是0，要么是1的这种确定性的计算啊。当然了，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具体机制啊，以及它现在发展成啥样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了，篇幅有限，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呢，量子意识理论告诉我们啊，人的意识的产生机制啊是一种量子力学机制。人的意识的这种主观性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量子力学带来的。因为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坍缩啊，在维格纳和冯诺依曼等人看来啊，也是具有主观性的。当然这个量子意识理论的缺点呢，就是我们这一小节一开始说的，就是有点玄，对吧？这个量子力学这个玄学加上意识问题这个玄学，玄而又玄，玄学 2.0。当然了，比起之前的几个意识理论啊，之前的这个理论呢，都是在宏观层面试图搭建什么模型来解释意识啊，而这个量子意识理论呢，就是企图从最硬核、最底层的方面试图一举攻破意识难关。虽然这个理论有很多地方还说不清楚啊，很多还只是假说啊，欢迎你也参与其中的研究啊。如果有一天你能把它掰扯清楚喽，那诺贝尔奖肯定就是你的喽。而且呢，哲学史上也得给你记上一笔啊，你就属于是终结了心灵哲学喽。好，介绍完量子意识理论，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如何让 AI 具有意识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分享了5种当今主流的对意识解释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指导来试图制造出有意识的 AI。简单总结一下这5种理论模型啊。高阶表征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对一阶表征的高阶再表征，当我们感知到我们在感知的时候，意识就产生了。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局域性的认知模块被全局广播。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是局域性分布的，那么它就是无意识的；如果它是全局性分布的，那么它就是有意识的。信息整合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认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大量信息的整合，信息整合程度高的系统就能产生意识。预测加工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我们的预测模型对外部信息的主观建构，意识本身其实是一种幻觉了。量子意识理论认为，有意识的人的观测导致了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的坍缩，而人的意识也产生于脑中的微小结构的波函数坍缩效应。本期介绍的5种对意识解释的理论模型，你认为哪一种更科学、更合理呢？你认为他们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对意识的解释，成功击退了查尔默斯的挑战，并且能够有效指导我们制造出人工意识吗？现在 AI 研究在各个领域都非常热门啊，无论是在哲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 AI 研究都很热门。其实啊，我们研究人工智能啊，也就是为了研究我们人本身嘛。现在不都说嘛，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奇妙的时代，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也越来越像机器。
就是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像人，而随着生物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的发展，我们对人了解越多，我们就越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是一台机器。其实这两方面也并非是割裂开的。我们研究人的意识，想要解释清楚意识的产生机制，也是为了制造出和我们人类一样聪明的机器。当然反过来也是我们研究人工智能也就是为了研究我们人本身。我们想借由研究有智能甚至有意识的机器，来研究我们人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你认为今天介绍的这5种主流的唯物主义阵营对意识解释的理论模型，成功的捍卫了物理主义的完备性了吗？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